置產客不說的秘密，你以為房市會崩，其實已經軟着陸了。先說結論台灣房地產最危險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而且車速已經慢下來了隨時都有機會再度加速。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經濟成長創新高，你怎麼感覺越來越窮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台灣房市軟着陸成功今天來聊一個新聞，台灣 GDP 太強，估價師房市去泡沫化了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房市泡沫化，國際上通常以不動產相關貸款餘額占 GDP 的比例來做判斷標準，一般來說警戒線是 40%。然後我們上一篇新聞才提到，今年 Q1 台灣的 GDP 成長率是 13.9%， 然後房地產的放貸金額也在下滑，就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來，您看這張圖，2023年的占比達到 56.67%， 之後就開始逐步下滑，到今年的預估占比是 46.71%， 也就是泡沫化的危機已經慢慢的解除了。不是說台灣房地產泡沫泡沫戳破大家都很慘，現在看起来就沒有现在看起來是泡沫已經消風了消風中了，不能說完全沒有了消風中了好，那接下來就是靈魂拷問了你現在還是認為房價會崩嗎？你再看一次這張圖我加了一個箭頭，我們現在的基準線已經回到什麼年代的水準？2007年，2007是什麼意思？來幫你回憶一下，2007到2008全球金融海嘯，22K 也是那時候推出來的政策，然後被罵到現在，因為它限制了以後，反正企業就覺得說，真的只要 22K， 那我就用 22K 只是那时候政府如果不推出這個 22K， 滿地都會是失業的無業青年，那無業青年聚在一起就幹嘛？就搞事情，就是這樣。那社會的外部成本都顯著增加，那個時候的台股有多慘？來，你看這張圖。最低點3955.43房價沒崩嘛，現在台股超過45000是當年的10倍以上你還要堅持房價會崩嗎？再來你要知道為什麼 GDP 變大跟貸款放緩會同時發生很多朋友看到這兩個數字會卡住說奇怪，經濟在成長，房貸就在減少，這是不是哪裡有點怪怪的？不是說大家賺到錢就要去買房子那這其實就是央行總裁楊金龍楊先生厲害的地方，因為現在台灣房價局面可以說是金龍的意志，憑一己之力限制住整個台灣的房價那他要什麼？他要房市軟着陸，他講很多次了，真的央行理事會議幾乎都在講3月19號有講，去年的也在講。我們回顧一下央行的信用管制的作為，就是這樣才一路打到第7波信用管制信用管制的作為是什麼？限貸跟調高成數這個門檻，他對付的不是已經借出去的錢，而是接下來想要再借的錢。所以不動產的貸款數字其實還在成長，只是從以前的高速成長變成現在的低速成長，那就不是崩盤嘛。崩盤是怎樣？首先是價格先崩為什麼？因為大家急着要就所謂的多殺多啦我現在不賣，之後價格更爛，我趕快要去賣然後市場中大家都拋出來賣的時候就哇，那我好像要比他便宜，我才能先他一步把它賣掉，就這樣那接着大家急着賣房然後要去幹嘛？要去還錢，要去補洞要去幹嘛？法拍量暴增，這時候的貸款餘額會怎樣？會明顯縮水代表大家快速離場。那現在的狀況居然是相反的， GDP 跑得比房貸還快，房貸占總 GDP 的比重降下來槓桿就被卸掉了所以這個叫做結構性的去泡沫化。最後你要知道，現在的房市比過往還要更加安全嗎？為什麼我敢這樣說？3個原因。第一個，泡沫被我不要講戳破的印象好像就是拿一根針戳一個泡，嘣，什麼都沒有就是摧毀等級的灰飛烟。現在看起來是那個泡泡你不吹氣了然後你甚至還往回吸一點那個泡泡就我們吹口香糖嘛，吹然後把它吸回來会變小，就是這樣那我們剛才也看到了貸款餘額從占比 56% 一路降到 46% 呢，代表整個市場借錢買房的狀況已經削減一大半了。就一個氣球，以前大家拼命灌氣，吹到氣球很緊繃，感覺再多吹2口氣球就要爆了但是現在怎樣？氣都卸下來了就算你拿針插它頂多就是加速消烘而已，慢慢扁下去已經不會出現爆掉的這個情況。
啊，這個就是軟着陸啊，這就是楊金龍、楊總裁要的東西。當然，我現在的立場站着說話不腰疼，你知道，反正我們都上好車了，房價漲當然很開心啊，房價不漲不跌，就像現在冷盤的時候，我是沒差的狀態，因為我不是全靠房地產，我們還有自己的本業。但是對房地產相關從業人員哦，就是真的很辛苦、很寒冬的一年哦。高雄現在這麼熱，相當寒冬啊，有非常多的仲介店哦都休起來，都沒辦法做了。沒辦法做，還會出現的現象就是，今天小店要收，3-5間小店要收啊，這些仲介人員怎麼辦？他要跑到哪裡去？跑到大店哦，那大店也不是很敢收，你知道，仲介的這一行就是說有高專制這種東西，就是不給底薪的，反正就是業務工作嘛，不給底薪，然後成交獎金會很多，可是大家也要生活啊，也要幹嘛，所以形成一個反差，就是高雄房地產的成交量很冰冷，然後高雄你抬頭看天上這麼炎熱。這個就是軟着陸的效果。我會說什麼？我站着說話不腰疼哦。我再說一次我會說楊金龍楊總裁幹得非常漂亮。我一想要被罵，因為那個房地產討論版啊，或是一些討論圈都在說楊總裁是什麼無能啊，什麼難聽的字眼都有。但是我會說，他現在弄的是小紅，然後對我們已經有上車的人來說很 OK 啊。對年輕人首購族他現在不用再去。就是以前是要追趕那個房價，現在房價在那邊等他，然後他的股票有賺錢他的薪水有加上去，他可能換工作換到半導體那個差距正在縮小，然後整個房地產現在就只有從業人員就房仲啦代銷啦建商啦在受傷，這個損害控制已經很精準了啦。當然我再說一次，我站着說話不腰疼所以要股票4萬點，然後市場錢很多，大家動不动就去抽錢就去買房子，然後把房價再炒到比現在還要高5成，這樣會是好事情嗎？所以我認為楊金龍楊總裁做到現在很 OK 很理想啊，他沒有因為房價的事情讓法拍爆量，然後自然而然軟着陸軟下來，這很不錯了，非常不錯了，非常好的結果了。沒有引發什麼大家站在天台一起跳下去沒有引發什麼社會動亂，就是大家一直呼籲說要放寬，可是實際上你也沒有看到所謂的代銷工會或是房仲的工會集合在凱達格蘭大道那邊，不對，要去央行那邊走錯，那總統府走錯去央行的前面拉白布條抗議丟雞蛋，沒有發生啊，表示什麼？還過得下去啊，對不對？第二個原因現在買的人都很有實力，你現在買房置產第二屋要拿4成的頭期款，這還是放寬的結果，3月19號放的在3月12號以前就3月18，你買第二屋都還要5成的頭期款要放了，3屋的話他講是放寬，可是實務上銀行看你現在有2筆貸款，你要去貸第三，他不貸給你，軟釘子啊所以現在買房的人口袋真的很深才拿得出來，那拿得出來要麼就是口袋很深的自產族嘛要麼就是買來自住的首購族嘛，首購換屋嘛要麼就是股票賺很多的嘛，所以現在能留在場上的都已經不是那種很投機的人了，都是掂量過，確實就是能負擔的人，實力派啦，我們講說實力派，那房價就穩固就不會說有風吹草動，大家就突然就是丟出來賣，然後你說你這麼短的時間，你把它丟出來賣，你有房地合一 45% 他說不管我要先跑，投機的人就會這樣那現在的市場買房堅挺到爆，真的。第三個原因，我影片前幾集也拍過，叫做現在房貸違約率史上最低耶，這個不多講了，講很多次了就大家都繳得出來。好，我們把這3個原因串起來首先第一個，泡沫逐漸被卸掉了，再來是現在還能留在場上的人都很有實力，也還得起房貸。那你說這樣的房市到底有什麼好怕的？所以我才敢這樣講在楊金龍楊總裁的領導之下，英明領導者，我真的認為他英明。你現在換其他的炒房央行總裁，真的會比較好嗎？那只有上車的人UCC 賺很多然後社會上到處都是敵意，到處都在敵視來敵視去，然後問題一大堆，這真的會比較好嗎？那現在在楊總裁的領導之下，現在的房市真的很安全啊，而且可以這樣子講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還要安全。那這樣還有什麼好怕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講了台灣房市是不是已經完成軟着陸了？還沒它只是那個彎頭彎向下而已。他自己3月19號也是這樣講，這都很近現在才6月然後3月19號講的東西還有彎向下而已，
有符合楊總裁要的結果，叫做軟着陸的預期哦。他說他不要硬着陸，硬着陸就是戳破泡泡哦，把那個泡泡就是炸開，然後他哀鴻遍野受重傷這樣哦。他要軟着陸，就是像現在這樣。那我們先分析了不動產貸款占 GDP 的比重，從2023年的 56.67% 降到今年推過的 46.71%， 有什麼重大意義？另外我們也討論了現在房市的體質如何，結論就是穩健到爆哦，完全不用去擔心蛋黃區會崩盤的問題。最後我想問你，你現在已知沒有什麼崩盤的危機，那你接下來你想要怎麼做哦 ？A. 繼續等，沒有大跌我不買。B. 繼續看，遇到好物件我就出手。C. 先不急，我再看看，我先做股票。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哦，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兩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置產哦，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哦，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哦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哦。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市場怎樣，超級有錢，那不是一般的有錢，是超級有錢哦。但是前面有聊到房地產，固然有這個信用管制哦，那更核心的原因是什麼？手上捏着股票的股票族捨不得賣，惜售啦哦。房地產會惜售沒錯，股票更敏感哦。惜售就是說，你看着它在漲，你幹嘛要把它賣掉，對不對哦？你看着它在漲，我幹嘛要賣哦？但是股票的惜售哦，他們在撤退的時候也是超級快的，因為點一點就把它賣掉了嘛哦。房地產的惜售就發生在2024年，你說房地產大漲，大家搶房子，實際上是怎樣？沒有房子，你知道？因為你身為屋主，你在2022，你怎麼不知道房價正在漲啊？正在漲我就惜售哦，就是這樣。所以2024哦，房價雖然很瘋狂，但是真的沒有東西可以買，不像現在市場的物件還算多很多。然後這個多很多就被人家講說哦，房價要崩了，崩在哪？像我們在看現場的，就覺得說都還好，現在就是冷就拿出來賣。那為什麼屋主現在哦冷盤他拿出來賣，他要去玩股票？真的，我現在聽到最多原因是阿拜賣哦，去做股票了哦，把錢存在房子跟把錢存在台積電哦，就是這樣啊。那我對高雄還是相當的有信心啊。為什麼？因為高雄的重大建設、民間投資都沒有停哦，都還在熱烈進行中。我講一個最近的哦，離這個時間點算起來最近的，就是到2026年年底，高雄還要開幕3個大賣場，你知道嗎？我講大賣場它很 low 哦，大商場。來，第一個異想天地2期，它有電影院，輕軌有到凹子底捷運站那邊哦，北高雄加1分哦。來，第二個鳳山拉拉 POS 開幕，它已經拆完鷹架了哦，掛假的招牌了。反正這個是日系的百貨的做法，它什麼品牌要進駐先不會掛，它都掛它自己的牌子哦。鳳山拉拉 POS 開幕，就在那個衛武營那邊啊，慈濟的城堡旁邊哦。來，鳳山加1分。第三個，全台最大海景好市多要開幕哦，南高雄加1分。這第三個我要講一下哈，我有一集影片有去拍，那影片標題叫東南米樂廣場，你去翻我的那個會員影片，看到那個封面就是了。它是東南米樂廣場哦，同一塊土地，東南米樂廣場，然後好市多建在那個東南米樂廣場的屁股，是這樣，所以那邊會同時有2個商場，一個好市多哦，一個東南米樂廣場。米樂廣場是做那個路面店的，我說12到14家街邊店，我也看先拆那個什麼壽司郎藏壽司那邊又會開一家。好這個好市多不是新開，它是南高雄本來的好市多搬接啊，從中華路搬到成功路高軟的旁邊，高軟很爽這樣看起來的話，高軟以後下班要去開車牽車，可以先順便直接就去好市多，或是就去那個路面店那邊把晚餐吃一吃之類的。
或是接小朋友啊，那接小朋友的話，可以直接就先帶到那邊去，都很方便啊。加一分，你看，這還只是商場年底要開幕的而已哦。政府的重大公共工程建設還有一大堆，我隨便講，捷運黃線，他路過的地方，鳥松區加1分，三民區加1分，苓雅區加1分，信興區加1分，前鎮區加1分，分這樣子加的啦。新台17線左營加1分，楠梓加1分，然後鼓山加1分，因為它這樣溜下來，就會先溜到那個城門那邊，圓環那邊，國貿那邊就算鼓山區了。門牌是左營啊，但是我們一般講就是內圍再過去這樣。然後澄清湖公布公辦都更案，澄清湖那邊鳥松區加1分，然後舊市議會公辦都更案，那邊苓雅吧還是新興加1分，市中心。你現在整個城市都要加1分、加1分、加1分的狀態，加幾分？一個重大建設1分的話，我特貓山還沒加上去嘞，你要這房價怎麼跌？你真的有來看過高雄的中古屋看了10幾間，你再來跟我講高雄的房價要怎麼跌我就要認真嚴肅參考你的意見。如果你都在外縣市都在台北說高雄房價要跌啦，你就從來沒看過的話，那就是幹話而已。因為高雄，你看剛剛加分加成這樣，對不對？現在高雄蛋黃區一坪中古電梯大樓30萬還一大堆呢，30萬呢，這要怎麼跌？那跌的部分隱憂被消除了，那漲的部分呢？現在很明顯，市場有沒有錢？有錢，爆幹有錢現在很單純，就是央行的信用管制鎖住而已跟行政院的平均地權條例新制在限制而已。行政院及內政部那個是法律法就要3讀，就要過立院法就幾乎不能删，只能增修像這次的平均地權條例新制就是增修。但是央行的信用管制是每3個月央行理監事會議一開完隔日馬上執行的，而且是快下班才公布結果下午大概2、3點他會發記者會，然後會後訪談，然後就這樣記者問答，隔天馬上實施呢。每3個月1年要開4次呢下一場應該是6月18號，反正就是星期四。等那個美國聯準會開完會以後，我先看一下那個美國的動向。好，每3個月開一次，開完後立刻實施嘞。我要表達的事情是什麼？就是台灣現在的房價被壓制。很單純，央行在干預而已。央行的干預是說緊就緊，說放也就放了。你看3月19號一開說俄烏的那個自備款50%，就降低為40%，就用講的。然後簡報 PPT 出來，當然啦，誰叫人家是央行高高在上現在學生要是做這種簡報，或者你在上班你做那個央行風格簡報，你絕對被幹這也叫簡報，怎麼那麼難看？繼續看，就白底黑字，然後又是那種標楷體，反正就是政府公文。我們以前在做簡報，不可能用這種方式排版但是央行就可以嘛？誰叫它是央行啊？不然你下次做這種央行風格簡報超簡單，你就是打開那個 PPT， 然後等於打字打上去，就這樣然後你被主管幹的時候，你說我這個是央行風格簡報你確定你要罵下去嗎？之類的，這我不知道。總之就是我對高雄非常的有信心，重大建設不停。台積電對不對？高雄台積電逐漸滿血中 P1 廠P2 廠說年底也要量產然後到還有 P3 P4 P5 P6 都還在弄嘞。蛋黃區中古屋還找得到1坪30萬以下，屋況也很好啊。我跟你講，真的是安真的是安。